嗨，大家好，我是Leo。终于可以出国了，不知道你定好行程了吗？还是现在才要开始安排呢？今天这个影片，我想要以 New Balance 的鞋为中心，然后来推荐几款适合走路的鞋款。除了跟大家分享一款新上市走路鞋的实测心得之外，也会跟大家推荐另外3款在3000元价位以内的走路鞋好选择。当然，针对英美制的部分，也会推荐几款我认为适合拿来走远路的鞋款，还有跟大家分享行程上面安排比较不会那么累的方法。如果你看完我的影片觉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那第一款要来跟大家介绍是最近刚在台湾上市的这个走路鞋，这一款是UA900。那当初我在看到日本的 New Balance 有这个广告推送的时候，就觉得说这一款还蛮好奇的，因为它的标榜是这个 Dynasoft。那我想说应该是一款蛮软的这种鞋款。我们先来看这个外观设计部分，它前面这边使用一个很大区域的网布，那主要就是要让脚掌处的地方有很好的透气的空间。那另外就是它的鞋身主要是以这个 Dynasoft 的中底为主，然后它的大底呢是使用了 N-Grip 这种比较防滑的大底。那另外在土布上面也采用了这个 Endurance 的耐磨土布。那整体的鞋子的构成呢，它其实非常的轻巧。那它的这个鞋垫是有写着 Soft Fit， 这个鞋垫其实跟X472的那种鞋垫是差不多的。整体的脚感呢，的确是比较偏软的，会觉得说有点像9060的那种感觉。不过因为它的材料比较单薄的关系，所以穿起来没有那么厚实。我自己评测这几天下来，我是觉得说这一款如果说是平常的走路的话，的确是还蛮适合的，走起来是觉得说不会太累，因为重量比较轻的关系，所以说穿起来就是不会觉得太有负担。不过也必须老实说，就是因为材质的关系，所以说它在整体散热的上面呢，并没有到非常好。如果说你是要到比较寒的地方去，譬如说像是日本、韩国，或者是说一些比较北半球的地方，其实这一款就是还不错的一个选择。我自己使用下来的心得会觉得，如果说把这个鞋垫换掉，换成更有支撑性的鞋垫的话，会是更好的一个选择。这一款就是目前台湾在 ABC Mart 有引进4个配色，那日本是有上市5个颜色，购入的价位是在9折，大概2400元左右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柜上去试穿看看。那接下来2款呢，是属于把运动鞋拿来当走路鞋穿的好选择。那第一款是这个 FuelSale 的 Prism， 这一款呢算是大概2年前的款式。那你现在就是买到的价格大概是在2500块左右就可以买到了。虽然说 FuelSale 本身就是这种 Q 弹的系列，但是 Prism 这个系列来说的话，它相对的稳定性跟支撑性会是更好一点点。那因为它是被定位成跑鞋的关系，所以说附的鞋垫是很薄，薄到像一张纸那种感觉，所以我自己是会搭配 Superfit 的鞋垫一起使用，就让它的支撑性更好。那这一款是我平常在运动的时候，就是大概走1-2个小时都不会觉得累的款式。这一款我觉得颜色也蛮多的，非常适合拿来走路。那另外一款呢，就是这个 Fresh Foam 的系列。Fresh Foam 的系列呢，应该是你在机场的时候会看到最多人穿的款式，尤其是商务的人士，他们可能就是把一些正装的部分就是实用行李托运的。你可以看到说他们衣着都非常轻便，然后脚上一定是搭配这种 Fresh Foam 的鞋款。这个 Fresh Foam 的款式呢，老实说有软有硬。那我在这边挑的是860的这个款式，它是支撑性比较好一点，所以它没有说非常的 Q 弹。如果说是像880的话，它就是会非常的软，非常的 Q 弹。860的话，相对就支撑性会是比较好。Fresh Foam 它其实也有蛮多平价的选择。这一款的话呢，打完折之后大概是在3000块左右。其他比较选择的款式，其实也可以在 Outlet 找到。那我觉得 Fresh Foam 这一系列呢，真的是把运动鞋拿来当走路鞋，另外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最后在这边要推荐的平价款式呢，就是今年刚上市的这个574 Legacy。现在这个574 Legacy 台湾也有引进了，大概有3个配色。那其中蓝色的那一款就是好像最近卖得很好，女码都整个卖到断码了。574 Legacy 它的最大差别就是它把这个中底换了一个新设计的中底，所以说它的脚感呢是相对于过去的574有更好的提升。我个人是觉得说，以574 Legacy 来说的话，它是一个你可以用雅致鞋款的价位去买到一个美制鞋款的脚感，它的价格大概是在2800元左右，就是你在拍卖上面大概就可以找到这个价位的店家。本身呢，我觉得这一款就是走起来也是蛮平稳，也蛮好走的，而且它的支撑性也还不错。这4款大概是我觉得说3000元以内的价位，算是非常好的走路鞋的选择。
那可能也会有朋友说，我平常都是穿英美制哦，才没有在买什么雅致的鞋款。那英美制的话，会推荐哪几个款式呢？这边我大概列出了4款的款式。那其中990呢，我个人是觉得说，都非常适合拿来当走路鞋。那可能就是V2 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硬之外，那 V3 的话就是我觉得它是比较 Q 弹，所以可能走久会比较累。990 V4 的话呢，相对是一个蛮折中的一个好选择。不过990 V4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你要买到可能不好买，只有去年出过这个 VS4 之外，就是今年有在上市的话，大概就是 Jund 的 JJ4 以及 Kiss 的KT4 这几款而已。那或许你可以到国外的 Outlet 去找找看，或者说等明年的复刻。另外990系列呢，我也推荐990 V5，我觉得是相对稳定性更好，比 V4 更好的一个选择。而且990 V5 也是现在非常容易就找到的一个款式。那另外就是991的部分，我自己也非常的推荐，因为它的这个 Absorb 的这个中底呢，其实是非常适合久走的。可能会有些朋友说，可是991就穿起来很硬啊，偏硬的那种感觉，怎么会是适合久走呢？其实991它穿久之后是非常舒服，因为它这鞋垫整个都比较厚的关系，所以穿久走路的话，耐久性都是算非常好的。这是991的部分，而且991的选择也相对的比较多。另外呢，就是说可能有机会买到一些所谓的大跳水架，可能就是大概4000块台币左右就可以买到了。我个人是非常推荐这一款当做走路鞋来使用。那另外就是998的部分，这个 Absorb 的中底呢，也是一个非常适合久走的一个选择。先前有跟大家分享过，就是我把原主会那款穿爆了，这一双就是 Cordura 的材质，也是我目前唯一剩下的一双。那如果说你在国外的 Outlet 有看到998的话，我觉得是还蛮建议购入的。那另外呢，就是说在明年也是会再复刻回到这市面上，所以说如果你没有那么急着要出国的话，也可以等到之后买到998再出去也可以。然后另外就是这个1700的部分，1700的部分呢，它是全掌 Absorb 的这个底，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说，怎么会推荐这种穿起来有点偏硬的款式呢？就是这种硬的鞋子呢，才是真的适合久走的鞋子。我曾经自己穿过这个1700，参加这个绕境的活动，大概走了20公里左右，走了3个多小时，其实也没有感觉到说脚有非常的疲累之类的。所以其实1700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那1700的话，现在就是可能也比较不好找，大概你可以买到就是目前我手上这一款1700 JP 算是最近比较常补货的款式。那如果说你有去日本的话，其实也可以看看说日本的架上是不是有其他1700的款式，那包含雅致的也可以参考。那另外就是1600的话，它的底也是 Absorb 的中底，所以这个1600也是可以列入这个参考的款式。那可能也会有朋友问说，6个有没有更平价的选择呢？更不需要花钱的选择呢？就是我只想把预算都花在出国的行程上面，我并没有想要再买一款新的鞋，或者说我是要到国外的 Outlet 去之后再去当地买比较便宜的鞋款。那有没有说什么更节省的方案呢？其实有，就是把这个鞋垫换掉就好了。像这个574的鞋垫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泡棉鞋垫。那你再换上这个 RCP 150之后，或者说之前我有介绍过的 Superfit 的鞋垫之后，都能够让这脚感有非常大的提升。那详细呢也可以参考说我之前介绍这几款鞋垫的影片，非常适合你的这种鞋垫。那像这个 RCP 150的这鞋垫，其实只要390块就可以买到了。那另外这个 Superfit 的鞋垫呢，就是大概在1300左右就可以买到，甚至于说你去日本买的话，可能可以用更低的价格就可以入手了。换鞋垫呢，绝对是一个更节省经费，然后可以把预算完全用在旅费上面的一个最好的选择。那关于一些行程安排的小技巧方面呢，我相信很多去日本旅游的朋友，可能你在晚上回到饭店之后会贴那个休足时间。那其实休足时间呢，不一定是要晚上才可以贴，其实在白天的时候，如果说觉得脚有点酸有点累的时候，就可以把它贴到脚上了。那也不一定说要从日本买休足时间啊，或者说台湾那些药膏贴布的话，其实都还蛮有用。然后在行程安排上面呢，毕竟呢我们这个人的脚也不是铁打的，所以你如果说真的要硬操一整天的话，
话，相信你可能在后续几天的行程就很快就没电了，就没力了。我自己的话呢，我的行程安排是一定会在下午有一个比较算是休息的时间，可能就是到某个特定的地点之后，我会在当地找一个咖啡店或者说一个小店坐下来喝个下午茶之类的，那就是也让脚休息一下再走。或者说我会在一天的一早安排一个比较早的行程，然后中餐的话我会去吃一个比较早的中餐，可能就是11点就去排队等店开门这样子。那下午的行程呢，我就会安排比较稍微离市中心远一点点，就是我可以搭比较久的车子，相对就是你的脚也会有一些休息的空间，可能就是下午大概2点多3点多到达当地之后，然后再活动到晚上这样子，然后再回程，这样的行程安排就是也可以让你的脚有比较多的休息的时间。好，那以上就是大概对出国一些鞋子款式的选择，在会审的时候呢，也有一些新的政策要注意的，那我就把相关的资料放在这荧幕上让大家参考。那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的话，都欢迎留言，也欢迎跟大家一起分享你是怎么选鞋子，或者说你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。谢谢你看到影片的最后，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也别忘了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下次看见，拜拜。